红牌300cc 至400cc， 甚至450cc 的车，它的扭力输出并不适合在这种短轴距或是说弯角大的山道。而这台158有电推的 Super C 跑起来呢，它的感受就很像245从白牌级距网跑起来的感受。哇，是一个美好的早晨。今天一台原属于高转速赛车道的小光炮，比赛哥今天一把它拖出来录影。虽然他不会讲话，但是他心中一直想说：我真的是在这里吗？我适合在这里吗？我是高转速的高手，你拖着我来这边低转速绕圈圈，而且路又不平，我的抓地力会变得更差。你真的要这样子玩下去吗？但是我觉得小车大马力又加了电推，这种对进弯刹、出弯跑，还有低扭又倾斜，甚至会打滑的地方，你有 TCS 又有电推又有 15.8B， 我都不怕了。不然你这个惊啥小？大家好我是比赛哥川普呢在7月4号呢宣布了对等关税7月5号呢日本呢预期会有大地震结果鹿儿岛呢地震了1000多次然后7月5号呢比赛哥呢将这一台三洋的 ZSL Plus 158 Super C 骑上来了山道那7月1号呢在小丽宝发表的时候呢是在跑赛道但是7月5号呢比赛哥把它借出来把它拿来跑山道究竟呢这台车呢是不是适合跑山道，还是它是适合跑赛道三洋原厂呢说这台呢号称呢它是有电推的，但是它的电推呢跟另外一家车厂呢比较不一样有的车厂呢它是着重在起步的瞬间给你推力就有点像是汽车的小油电车就是它在起步的时候呢靠电能然后辅助油能的这样子的方式呢让你在起步的时候更轻快但是呢三洋它这一台 ZSL Plus Super C 呢它着重的呢是在低转速的电推能力等于说它不是在起步的刹那给你电能的辅助，而是在起步之后呢低转速的期间呢在6圈转以内呢它适当的给你电推而且呢这个电推呢能够持续7秒，所以说呢比赛哥觉得说既然它在赛道上有电推的辅助，但是测试上并不明显，那如果是在山道呢，山道的话它刚好就是每个山道几乎都是低速弯的情况下，而且只要你的速度不要太夸张不是那种路队长的形式的话，
理论上你过一个弯也不用7秒哈，一次7秒lang哈。所以说呢，既然它在低转的电推是在6千转以内，而且一次不超过7秒，所以比赛哥就觉得说，那这样子这台车除了赛道能够驰骋之外，在山道上是不是也有它在电推上有特别的地方哦？所以比赛哥就特别把它借来山道上跑跑看哦。在这条蜿蜒的山道上呢，比赛哥曾经呢骑乘过一些车辆上来哈，包括黄牌的速克达，以及呢250、245左右的，算是白牌的CC数上线的速克达，以及这一台158的速克达。在骑乘上，我以这3台来感受上的话，350在这种狭窄以及急陡坡，以及弯道接近90度，甚至弯道接近150度的山道上来讲，350黄牌的重机加上200公斤的重量，其实在跑这种山道上来讲，并不占优势。等于说跑起来的话，有没有会笨笨的？因为黄牌300cc 至400cc，甚至450cc 的车，它的扭力输出并不适合在这种短轴距或是说弯角大的山道。而这台158有电推的 Super C 跑起来呢，它的感受就很像245黄白牌极具网跑起来的感受。当然，白牌极具网它的载重、它的承载能力，以及它后段扭力的加速末端，以及前段瞬间出弯的那个扭力，就会跟这台 Super C 很像。因为 Super C 它的优势就是在它的车重并没有达到200公斤，所以也不会超过150公斤。而245的黄牌极具之王呢，它的重量已经达到170，将近180，所以说相差50公斤的重量就可以弥补2台相差不到100cc 的扭力以及马力的输出。所以说呢，如果今天这台车它不是在跑赛道，它今天拿来跑山道，当然呢，它不一定适合露营，因为它的轴距就是这么小，它的脚踏板就是这么小，甚至于它在后货架上面的使用有没有？因为这个是原厂提供给比赛哥拍摄的车辆，所以比赛哥也没办法将它的货架进行，或是它的扶手进行改装。所以说呢，就是以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呢，将我要露营的东西给承载、给绑上去。所以说呢，在配重上呢，它就会显得比较不适合纯露营用的车。但是它的好处就是说，要让我体会到说，原来这种小钢炮拿来跑山，它的感觉是会比赛道上更有乐趣，因为有了电推，有了短轴距，有了低速扭力上的加速性，跑起来就会跟245的车白牌极具之王跑起来的感受就会非常的类似。所以说呢，这种车拿来跑赛道，有直线加速，有压弯的乐趣；拿来跑山道，有短轴距，攻克弯角，攻克上10点，攻克下10点的乐趣。然而，它还是有它的缺陷，就是它是都会型的车，它不适合大承载，再多、再货、再重，这个都不是它的强项。所以说，今天我把这台车拿来山上，不让它在赛道上发挥，就是想测试说，它在爬坡上、在加速上，是不是有如厂方所讲的电推加低扭，还有水冷的优势。所以说，当今天呢，你买了一台车，花了106500块买了这一台 ZSL Super C 158的车呢，它除了给你通勤的便利性之外，它其实也可以拿来跑山。但是拿来跑山呢，它就不适合重度露营的装备增载。所以说呢，你必须再交一个女朋友，或是再找一个露营咖的好友利用他的Formica或是搭了150呢，然后呢，你们2个就可以学来露营，然后呢，载东西载货呢就负责给他载，然后你呢就负责攻克山道，骑乘驾驶乐趣。当然了，抽档都给人家做，这样子的话是有一点不道德。所以呢，你们2个就可以交换骑这样子的话，这条山路骑乘上来就会非常有乐趣一个负责载货，
一个负责杀弯，然后呢，你还可以让它先出发10分钟哈，然后你后面还可以追上它，这种有进有退，进进出出，进进出出，这种快感呢，就是买这种车的乐趣哦。以上就是迪赛哥针对这台 ZSL Plus 158 Super C 的介绍哈，咱们山道见，拜拜。每次骑机车来山上露营，我总是会觉得我一定要煮一些汽车都煮不来的东西，所以构思怎么煮也是我的一大难题。所以每次开始煮之前，我都会抓头，把程序想好，走一步那一步，该准备该切好的东西都看得到了，我才会开始煮。因为我煮的是台湾热炒，今天要煮的是青椒牛肉。青椒牛肉顾名思义就是牛肉也要熟，青椒不要熟，把两个加在一起就半生半熟。青椒牛肉的诀窍就是大火，然后要不停的翻炒，因为牛肉一开始有勾芡，所以会粘在一起。而青椒的话，就是要增加牛肉的香气，让两者之间有一种天衣无缝的搭配。牛肉炒好了，我们就装盘吧。每次出来露营，心中想着100份，笔记想着50份，脑中想着20份，最后出来总是会漏掉1-2份。每煮完一道菜，我都会先跑去洗锅子，毕竟洗锅子这是一个人在煮饭对锅子的爱，对锅子的保护，对锅子的责任。我寻觅许久，总算找到一个叫做聚油锅，锅宝聚油锅。这种锅的设计，它能够让油能够顺利的集中在锅子的中间，这样子不但能够省油，而且让热的传导效率会更好，不会让油跑到不需要加热的地方。所以有了这个聚油锅之后，不止在家中好用，出来外面露营，这种地不平、锅不平，所有东西都不平的情况之下，有一个聚油的锅子实在是十分的方便。第二道菜，炒饭。炒饭我也是我很喜欢在山中露营的时候煮的一道菜，因为它可以把一些想吃的、不想吃的、买太多的、买太少的，通通都加在一锅，把它煮出来，算是快炒类的大锅炒。而我今天煮的就是最正常的蛋炒饭而已，而且我本来是应该要先煎香肠，然后利用香肠剩下的油下来煮炒饭，这种香肠炒饭是最香的。但是我光和路友聊天，聊到都忘了把那2根丢下来了，所以现在煮炒饭的画面会有点尴尬，有点猥亵，就请大家包容一下了。用蛋去减少你材料不足的尴尬，所以说如果你的料多，蛋就用1颗；如果你的料少，蛋就用2颗。饭呢，也可以根据你的料多跟料少，看是要半碗还1碗。所以说，煮炒饭就是一个和乐融融的状况。但是最重要的重点还是火要大，油要够，然后翻炒要快，最好是煮到有一点焦巴味，这样的炒饭煮起来就是最香的了。像今天我就连装熟食的盘子都忘记带了，所以只能拿洗菜的盘子拿来用，没办法，总是要克难，总是要想办法。所以说，在山上露营跟在都市生活就是不一样。在山上，你就是要在没办法的情况之下想出办法；而在都市，你只能在没办法的情况之下赶快拿钱去解决办法。这就是在山中露营跟在家中。Hello， 大家早。夏天来露营，通常不用设闹钟，因为
蝉的叫声会叫醒你。我们就来看一看今天外面的状况吧。哇，是一个美好的早晨，没有下雨，但是外面还是湿湿的。我们就赶快来准备一下今天的早餐吧。今天的早餐，我还是一样拿具油锅出来煎一个简单的西式早餐。每次看到这个具油锅，我都会忍不住的玩弄它一下那个具油的效果。但是今天我想要呈现的是少油料理，就是在煎蛋和煎蔬菜的过程中，只滴入4到5滴的小油。看具油锅的省油功能，是不是真如它所写的好用、集中、不外扩？我把昨天青椒炒牛肉剩的青椒，在锅中稍微煎炒一下，再加入2颗鸡蛋，利用鸡蛋的粘附把青椒扒起来，翻着2面之后，半生半熟之下就可以吃了。青椒用煎的要切记时间不可以太久，不然青椒又变成软椒了，软椒就没有要了，软椒就很难听又很难吃了。翻完一面之后，撒入胡椒粉，其实就可以夹起来了。面包我是买 7 的大亨堡的面包，因为我这个面包保存期限长，而且要吃的时候加热一下就够了。重点还是很便宜，而且这种面包长度还够长。长的东西大家就是喜欢的，没有人喜欢短的。煮饭这种东西啊，讲都很简单啦，真正下来之后，没有10个9个也是手忙脚乱。而且今天又是在户外，所以一个好的锅子就变成是在户外也好，在家中也好，非常需要的装备。就像今天我们要把 Jet SS Plus Super C 骑到山上来，我们也是要对它有责任，要确认它的胎压是否适合，要承载东西，要确认捆绑是否有前后均衡，配重的问题，以及要确认它的轮胎适不适合跑山，还有它整体的状况是不是有正常。当然今天这是新车，所以我们不要检查那么多，可是一旦你今天骑的是一台已经骑了1年、2年、3年的车，这些状况都会影响你到山上来的游乐是安全还是欢乐还是胆战心惊。拜拜，拜拜。今天骑完之后，我觉得我对它是肯定的。载了全车将近50-60公斤的装备之后，加上我的人大概10公斤，所以说整台车的载重轻轻松松就突破了100公斤。在100公斤的承载之下，它的上山加速、弯中初速，以及在下坡之后急刹之后再预弯再上油门再吹下去的话，这种感觉
不会觉得是一台会需要喘息、会需要打嗝，甚至会需要慢半拍动力才来的车。我想电推的介入，让一些以前排气不顺、中气不顺、远看杂插、中气未顺、气来胸头中开，需要18档人行气扇的车，现在有了电推，都不用去买8铜人行气伞了，把北远看杂插、中气未顺。所以说，电推治百病。以上就是迪赛哥对这台三洋 Jet SL Plus Super C 以及锅宝巨油锅的体验分享给大家，谢谢。